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发际线，这个是退化点比较空的地方。再一个，它前额的发际线碎发特别多，发量我觉得是 OK 的，还有这些碎发是特别多的。侧面的发际线很好，都 OK 的。它的头骨也不错啊，整个后区的发际线我们看一下，比较正常。然后这个模特的发质呢也是比较垂的，周边的流向都很好，这也比较自然，发质也不错。这个呢表面的光泽度也是不错的，发量适中。那首先呢，我会在这个耳上点的2指位随头型画一个弧度，往后去走一个圆形。因为它的头型弧度很不错，所以呢我按照这样的分区。那我的目标是在这个头型上剪一个偏长的一个 bobo 的一个外形。那么在有一个 bobo 的外形之后，那我们就要想了，它的发量很多，那我也不能把它剪得堆积很重，否则只会拉宽它的头型。在头型前倾的情况下，我会剪一个堆积的层次。那么这个堆积是一个高位提拉的角度，为了制造这个底线的柔和度。那上区呢，我会随头缘剪一个比较轻柔的一个堆积。那这样后面得到这个有 bobo 的外形，但是属于中高层次的一个 bobo。OK， 我们先从后区这里开始。那在剪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刀确定这个长度。那我说了，它的肩颈距离其实挺好看的，那我不会完全去遮住，所以我的落点应该是在我们的下面的3到4公分为基准。所以在提拉的时候，我希望模特的头呢在前倾在低的情况下，我提拉到水平，同时我在剪的时候，我的手呢不会是反角度，所以我是低角度去往内去剪。那这个长度其实会影响上面这个堆积到底是连接还是不连接。顺着这里往下，一直往下，那出来是一个比较轻柔的一个堆积层次。那这个时候这底下其实就可以供我选择剪什么的底线。那我想要这样的一个厚实度，看起来还是有 bobo 的轮廓，我就会用点剪把这个碎的去去掉。那如果说我想要很齐很厚，那我可以切得多一点。当然这还是不影响整个头的显瘦长这个情况下去操作的。这里要垂直去分缝就可以了，顺着这里走。在它头位抬起来的时候，这里是属于一个轻堆积层次，是契合这个头骨的一个提拉的形状。这里垂直划分，一直是这样从上区往下区去延伸。那剪完之后呢，发际线低的地方它自然会长，我现在不用管它，微微去移动我们的头型。我们怎样提拉方便和顺手就怎样去提拉。那这个区域是决定了下区的柔和度。如果把层次剪得过低了，那这个肯定会造就我们这后面会堆积的比较重。转角线以外，我们这里都是一样的方法去裁剪。那接下来就是要到转角区以外了。那这里如果我们持续去剪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往后带的。那这样带完之后，它肯定会外面会比较短，因为这里的发际线会比较高。所以在这里呢，我会选择一个比较保险的一个方法去做。我建议在做顾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选择用削刀去定这个长度，那这样就可以避免提拉的这个麻烦。
同时呢又可以约束这里的长度。这里就会有一个纠结的地方，那到底这里和这里连不连接？那很多人会纠结这个问题，我觉得不需要去考虑。当你把外线定好之后，我们消掉这里的长度就可以了。那这样放下来之后，它会很柔和的一个过渡。这是一个折中选择的方法。那你也可以去垂直向上去把这里高角度去拉。那这样拉完之后呢，我们的切口会比较生硬，落下来是很虚，那上面这个切口又会很硬。所以我在这里选择的时候，我是把外侧的长度不动，内侧我用剪刀去剪，然后把外线的长度用削刀去削完一个大概我需要的一个底线。那这个时候这个得到的一个雏形就是一个比较柔和的底线。过一下啊，我们可以持续就用削刀去把底线剪得很实，那也可以就这样不动它。就看我们想表现的这个发型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方向。高层次的这个中高层次的bob bob，其实可以把这个底线剪得很厚，也可以就这样揉的，走在我们的去除层次和我们堆积层次之间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柔和度就很好看。OK， 这一侧同样的方法，我们还是垂直发片去剪。提拉的时候一定要把客人的头位先向前去倾。那么在剪的时候，这里头的角度应该是契合我们头型的角度啊，不是反角度。反角度容易变成去除层次。顺着这里来，不用刻意把头发偏向于后面去带，垂直划分就可以了。手跟着头型走，自然把头发带起来就可以了。这个碎的，因为另外一边已经有削掉一点点了。这边呢，剪完之后我们再去决定啊。那我比较赞同的是，能用这个结构剪出来的柔和度，我们尽可能不要多用打薄和修饰的方法来做。打薄和修饰的方法呢，是建立在剪一个单一的层次之上。像我们现在剪这个中高层次，剪中高层次的目的是什么？中高层次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柔的一个层次匀度，以及得到更好的一个层次它的一个动感。只是一个方法，如果你觉得功底不错，你想借鉴的方法可以参照一下。那这样剪完之后呢，外面这里就很柔了，旁边这里呢一样，我们选择削刀把这个底线削出来。有的时候这呢削完之后就可以不动它啊。这里的底线我们可以根据另外一边削掉1个手指，这样让我们底线先统一过。有很多设计师有个习惯，他在剪一个头发之后总喜欢把底线留到吹干之后再做。我觉得在这里呢可以纠正一点的是，因为每个人在现场你做的都是你的作品都是一个广告，如何在吹干之前就要抓住你同事位置上的这个顾客的眼球才是最重要的。这里都是一样，我们往后带，把上面这个呢长的削掉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发质刚刚已经看它的发质垂感很好，所以呢不用在意削完之后会不会毛躁。再说在湿发的时候，我们在边缘的地方去削，那得到的结果其实是很自然。同时我们可以在拉起来的时候去一点点这里的亮就都 OK， 保留这里的这个长度，厚度未必是有的啊。OK， 那这样呢，我整个后区这里就 OK 了。上面这个区域呢，我们把它1分为2，因为上面这个区域呢发量比较多，把它1分为2，把转角区以上的头发我们先拿走。在这个区域我们要做到的结果就是随头缘的一个堆积层次就可以了。那可不可以剪得堆积很重呢？也可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这里的堆积剪得很重的时候，那么就会造成上面堆积很重，那下面留这么长的意义就不在了。那同时上面堆积很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面是很宽，下面很窄，比例就会不协调啊。所以在上区这个位置呢，我在裁剪的时候，我们根据头型，然后根据底下的长度
我们随头型来去提拉。同样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头位的一个关系，在头还是前倾的情况下，微微前倾的情况下，我们提拉到水平，根据我们这个导线的切口往上去延伸。那这样剪完之后呢，因为它本身的弧度就不错，所以我剪完之后不会出现一个特别重的一个痕迹。在划分的时候也是垂直划分。那这里容易剪成一个，在裁剪的时候容易剪成一个三角向前的一个结果，是因为你斜的划分了。因为中间这里呢是我们剪刀剪的切口，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会出现很匀。那一个中高层次它就容易被表现出来，头发的动感会比较强。那假使说这个模特他头发是沙发，那就不可能会选择这样的去裁剪，因为发质情况允许，头型弧度也不错，然后就是想演示这个中高层次的一个匀度和动感，分享给大家。在头位前倾的时候，提拉到水平，一直顺着头走。那没剪的时候，头位要反方向去导一下。根据这个导线梳顺了，角度不要低。这样是用结构来制造柔和度。那我可以看出来，这里现在梳下来都特别匀的，显得很瘦长的一种结构。那么到了转角线以外这一片，我们微微要往后靠一下。因为这里的发际线比较高，我们需要延长这里的这个长度，否则底下剪完之后两侧会特别薄。延长了之后它可能会偏厚。那当我们把后区都剪完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前区去裁剪的时候，把这里过渡向前提拉一下，那我们就会出来这里呢会比较柔的一个结果。这里都带到转角线。那这样我后区这里出来的特别柔和，都是一样的角度。那么在上面剪的时候，我们要刻意的去低一点点，刻意的去低一点点，要延长这里一点点，因为吹干这里头发会松起来，所以我们不需要这里呢这个剪得特别高。同时这里呢还会有客人的发屑，所以要保留一点点重量。顺着手这里了，层次匀度剪得比较好的发型，它是很有淳朴的这种质感会存在，结构的魅力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单一层次靠一些修饰方法去表现的，那发质好还可以，那发质不好呢？作为一个设计师，本身我们就是在追求不同的裁剪方式，表达不同的结果，然后遵循着符合客人发质、头型以及这个最后产生的效果是完美的。这里都是一样，转角线以外我都往后带，这样出来之后呢，这里都是比较柔和的。OK， 这一侧一样，所以这一侧我们的站位的时候呢，人可以选择站在这边，那么裁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更顺畅，来遵循着另外一边的切口，要保留上面一点点长度。站去提拉的时候呢，我们的手位会更方便。另外一侧其实也可以，只是在拍摄需求，所以我们的站位方便我们看到这个导线和提拉的方向。根据底下的导线往上去延伸，保留上面的重量，同时要观看着我们剪完之后这里的结果是不是落下来是非常柔和的。
因为只有保证这里是柔和的，我们的底线可以随便剪多短，它这整个结构都不会很僵硬。然后可以剪成bob的长度，那也可以呢，剪成碎发，底下剪碎，其实都可以。那一个设计师，我觉得剪头发看这些技术并不难。在一开始你的设计和你想要的，最后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你产生不同的操作方法，同时还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最尴尬的是，一个客人随便让你剪，你的脑海里面却没有一些设计概念。我们不缺少年轻的客户，也不缺好的发质和头型，缺的是我们怎么表现头发的一种欲望和设计理念。那这个呢，就要看他学习经历和频率了。对于技术这一块，它是我觉得是有瘾的，因为对有些人一旦钻进去之后他就出不来了，它未必是一个好处。我觉得有些东西呢够用，能服务顾客就是好的。像我给大家演示的这几款，分享这几款，你的客户群适合哪个类别的，你就去选择那些，并不是要会所有。这边一样，我们在剪完之后一定要去看啊，这里是非常匀的。既然是中高角度去提拉，就不可能会出现硬的痕迹的。只有这一层放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刻意去压低它的时候才会存在。这里一样，根据另外一边的导线，这个呢我们就会延长这个外侧的长度，角度可以的手往里面就扣一点点，所以这里出现比较厚实的。那但是一吹干之后，它并不会厚啊。平行我们的划分线提拉就行了。一直随头型走，走到我们的转角线定住。为了延长两边，是因为两边到我们中焦角度去这个角度去拉的时候，是因为两边落下来会比较薄，所以要去延长外侧。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定住它。把上面梳透了再剪。就外侧的也是梳到这里来，只要角度不低，切口跟着导线走，那么一定出来的层次呢就会比较匀，这样呢就 OK 了。说了，前面因为它发际线两边会比较空，所以这里我会给它剪个短刘海。那么在裁剪的时候呢，我们先定一个长度。那我觉得这时候不要纠结于我们前面的长度跟后面要不要连接，而是我们先把这个刘海的长度先剪好。要填充它额头这里的两侧是比较窄的，所以我在施发的时候，我们先剪一个刘海的长度。要计算吹干之后它会不会缩的会过多，所以呢，我在这个施发的时候给它剪的长度呢，把眉毛露出来就可以了，把眉毛露出来就可以了。OK， 那根据头型的这个角度，我们来提拉，去掉这里的重量，得到一个比较匀的一个层次。这里在分配的时候呢，我们微微的斜的往旁边去扩散，逐渐分斜的往旁边去扩散。长度定好之后，我们再去提拉。这一刀所剪完的感觉一定不会像我刚刚定长度那么齐，这是很正常的，一定会柔下来。所以我先定了这个长度再去裁剪。慢慢的这样斜的往旁边去扩散，所以三角逐渐去扩散，这个三角慢慢变大。一样的，旁边一样往这边走，
一直走到我们这个退化点，顺着这里来，再来，那这里就用那个小技巧，剪发未必要全部都是连接的。我觉得这样剪完之后，这个侧面的结果，我就可以通过裁剪的方式去约束这个外线了。我想BOBO的外线，我这个时候就把它保留在这里，划掉它就可以了。我也可以根据后面这个长度逐渐去往旁边走。那两侧呢，我会选择用我们的削刀，在表现的时候，根据这个底线的长度，剪一个长BOBO的一个视觉，薄薄的一层，再来。这一在裁剪的时候呢，不需要用剪刀剪很整齐，你尽可能表现这里比较自然就可以了。这里跟这里过渡，视觉上是一样长就可以了。这一侧我们一样的方法，从这个刘海这里开始斜的三角慢慢扩大，把三角这个区域慢慢扩大，顺着这里来，剪的切口呢随头型那个角度，头的弧度呢是这样，我们尽可能也是剪这样的切口，然后根据头发的粗硬情况，我们可以把切口变一笔堆积。这里都是一样的方法，按三角这样就扩散。不用刻意往中间靠啊，这一片我们定在这里就可以了。那剪完之后我们要去看，头发自然是到旁边来的。那么到了退化点这一片的时候，我们要把头发微微往前靠一点点，微微这样往前靠一点点。不是放射啊，我们这是三角慢慢扩大。如果放射一直是这样分配的啊，放射会拉大这个距离的切口的，这个切口的距离和我们的一个宽度，一直剪到我们的侧部点的上方，侧部点以下不动它，因为侧部点以下的头发它不会动。这里一样，不用刻意偏。当我们的这个退化点这一片已经延长了之后，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刻意再延长。那这样梳下来的时候是刚好在这个位置的。旁边我们一样，根据我们后面这个长度来削一个长度就可以了。这里在划的时候，我们对头发微微往后偏一点点。那这个呢，在用这样方法，是因为这里也是用削刀，这里也削刀，那我们的切口呢会很自然，那看起来差不多长就可以了。那看起来像 BOBO， 但是又没有 BOBO 的重量。这里都是一样的方法，定在耳朵下面这里开始，梳下来之后去看，不希望这里有哪个地方特别长就可以了。这也想剪多齐的外线，那也在干发的时候操作。我觉得削刀削出来这个比较自然的，其实在干发之后我们稍微划掉一点点它的长度，或者是把这里点点的柔和一下，我们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把后区的长度往前去梳，这时候会掉下来一部分后区的一个区域长度，自然梳到这个我们的前半头。再选择这个角去去掉也可以，那么选择覆盖它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呢，在这里我们要吹干去看，因为正常呢，我们这样梳开之后，这里头发它不一定会掉在我们的全部前面。在干发的时候，我们去看这里的头发落在哪个区域，我们就往哪个区域去剪。那正常我们只需要把这里呢划出来接近就可以了。在湿发的时候，我们的结构已经做好了。
那吹干之后，我主要做这里掉下来到前面的这个头发的柔和，还有刘海的精致度，然后还有是我们这里底线把它的匀度全部捡起来，还有把这里的轮廓呢点柔，可以把后面划碎，我们看起来是一个 bob 的一个长度的一个框架，然后把这些重量拿掉。第一步先把这个头发往前梳，这里掉在前面这里的，我们只需要通过点剪把这里点匀，落在前面是一个柔和的轮廓就可以了，覆盖度前面一点点，不用追求里面和外面去连接啊，随意一点。那拉起来了，这里都是厚实，都是属于后面这个头发。要纯靠结构剪出来的柔和度，那就没有修饰牙剪的这个步骤。我们要在侧面看，得到一个比较圆的向后走。然后我们还要把这个底下这里所有都是平的切口，外面这里是削刀削的，我们要把这个平的切口点揉一下。让斜的相反的方向拉，特别齐的地方。在分析发质的时候说了，他的头发是很顺的，特别直的这种切口，我们可以不需要去通过牙剪去打碎，因为牙剪去打的时候呢，它会比较散。慢慢去点揉它，那你会觉得这个头发很费时。这样剪发它确实会比较费时，所以以结构为主的头发快不得。对，都是向后带，这里切口都是很圆润的一个切口，但是不需要。我要把它点揉它。所以我用反方向去提拉这里的。这里修饰呢就比较简单。只要我在侧面看，这里落下来的头发揉了就可以了。你要说用10%的牙剪打可不可以？也可以。这个头发比较直，打了之后会散啊。后面这里呢可以搭起来，通过这样点剪方式往上检查一下，一层一层往上，剪得比较深就可以了。这里都比较自然的。只要不出现很明显的这个区域的洞口就可以了，我觉得这里就差不多了。底线和旁边我们待会儿来去做它，包括这里的宽度和刘海我待会儿来做。这个侧面现在得到我要的结果是一个比较圆润的这个轮廓的线，覆盖到前面的时候也不会掉下来特别多。这样就 OK 了，我往前梳也不会掉太多在前面，这里比较自然。那唯一这里是比较厚的，我觉得在这个区域呢，我们要把这里的厚薄要拿掉一点，这里的厚薄要拿掉一点，可以收窄这个头型。不破坏这里的长度，包括这里我觉得厚了都可以。再往底下，这根部都是厚的。慢慢来，这里不觉得特别厚了。
去掉根部的一些头发。我觉得这个面不错。我们先把这个头发梳到前面来，掉到前面这里的部分，通过点剪去柔和这里的，落在前面这里的长度，只要形成一个圆弧线就可以了，覆盖住前面一点点，只要自然就 OK 了，一直顺着这里来做后。逐渐往后走，这里都是比较齐的切口。把堆积比较重的区域全部做点剪。现在这里是柔了，这里还是比较厚实的。也可以在吹干之后，我们选择大的画片，这个吹干之前，我们选择这个交叉去做点剪，做柔和。都是可以做的，只是这个头发比较直，我选择精致去做它，就是会实一点，它结果会更好。这里都是比较齐的，斜的向后拉发片。一直到我们的后脑勺，不宜于把底下修太薄，底下本来这个发际线它就窄，所以我们要保住这个外轮廓它的同比宽度，所以不能把底下修太薄，主要是把这个堆积的痕迹给修掉。修完之后，我们同样在这个侧面把所有的这个切口编辑，去检查一下。还有中间的地方。慢慢往上去递增，因为后面我们都是随头圆去剪的，只有到转角线的定圆，所以这里的切口都是圆的，不会那么硬。只要看到交叉有硬的地方，我们就斜的交叉去把它做点剪。不减短长度。OK， 觉得这个后面也没有问题了。现在同样这一侧也要去把它亮给去掉，靠近转角线这里的亮。在根部的地方去掉，包括耳朵后面，这里我们可以多去一点，注意剪刀不要下得太斜，斜的时候呢，去的量会比较多。所以这样我觉得这里差不多，觉得厚，这里厚，我可以再来一下。觉得差不多。
现在我们来把底线修得精致。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不建议去切得很整齐，所以我们在侧面的时候呢，把这些底线剪得看起来是齐的，但是呢，实际上呢是碎齐，保留这个长度接近。我们可以慢慢通过点剪来去做，当然也可以这样提拉起来。做的比较自然的这个就可以了。同时呢，这里的厚度呢不要那么厚，但也不能过薄。过薄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看起来就像个碎花，它就不会有这个视觉了，外轮廓就会弱化掉。这里一样，是一个碎齐的一个底线。因为我想表现的还是比较精致的一个，远看还是不是那种将齐的，只是切成一个波波头的感觉。只要有这个 bow 的外轮廓印象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剪刘海和旁边的宽度和厚度。这个刘海呢，我们剪一个碎齐。在剪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把这个中间放的这个剪的短圆弧形，我们要走一点点的这个往后收的这种感觉，往后收。顺着这里往后收，可以走平一点点。碎齐的一个轮廓。把厚度剪匀就可以了。那我觉得整个头表现力比较强的就是在于这个跨度，刘海持续往后走。它的整个头发现在要表现比较强的视觉，其实就是刘海和我们旁边过渡的很干净。当你这里过渡的很杂或走圆的时候，其实那个味道就没有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慢慢的下来。再把它梳下来，慢慢的去剪掉，不要剪得太圆，我们看起来要拉一个弧度，类弧度这样走下来，碎齐的一个类弧度。那我保留旁边这个长度不剪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去把静和动、长和短对比的比较鲜明。这时候就可以削弱我们这里的宽度了，把侧部点以外的这里，我们都可以慢慢去剪，也是最有视觉的这个头发，看起来比较醒目。同时呢，也要去这个时候我们来决定这里的宽度，在侧面斜的往后划分，这里呢一直是在根部做虚亮，薄薄的、透透的。当我想要剪到这里的时候，一定是通过长度来约束，不去划它。那就会出现不一样的视觉了。同时在侧面的时候，我们还要把去看这里的厚薄，就是剪下。那还要去再剪我们耳朵边缘这一圈，这里不需要太多的头发，把边缘这一圈剪掉，这样我们的前后呢就会有个过渡。这样再放下来，我们的耳背呢就不会压得太重。总之要静态，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视觉，就是这里会很柔和。你可以来看两侧剪辑之后的对比，这边会偏厚，这次一样。
至于这个前面这个尖的地方留不留，我觉得都可以，精致一点就可以了。看的是两边的这个弧度，这里我觉得留也可以，不留也可以，一个外轮廓的形象。这时候要考虑的是这里的厚和薄，所以我们慢慢从这里滑下来。这里只能薄薄的一层在这里，而不是让这里变得很厚，否则都会增加我们图形的宽度。而这里的底线稍微减柔一点点。不要很规矩，看起来差不多长就可以。再往上一层一层的来，都得收窄两边。再往上，直到我们上面的头发滑下来的时候，跟这里过渡在一起。同时我们还把这里头发分出来，把耳背这一圈，耳背这一圈歪的这个流向剪掉，还有耳朵后面的我们要划一下。至于后区这里厚的，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划掉这里的料。看起来均匀就可以了。那这样我觉得就差不多了。耳背上面，我们永远不要看见是特别厚的。那这个时候其实跟技术没有关系，全是看我们怎么去判断，怎么把这个面表现得更通透、更受讨。包括这些汗毛可以剪掉。我们要得到这个面是非常透的和匀的，其实就可以了。隐约的看到我们的耳背，所以这样就很好看了。那它就会走在结构的这种轮廓之上，得到的一种柔和度，这样形成和刘海有个反差，静和动。那我们的底线呢，差不多长就可以了。可以了，对吧？再看。